风扬起前方的路，命运在等我奔赴，穿越历练的远途。谁没有一身的热血起伏？不过把天赋阴雨灯火阑珊处。人生啊，哪会刀枪不入？对黑夜不屑一顾，何须锋芒来显露？偶尔绕一些弯路，就当活动筋骨。危难前进一发，我挺身而出。暗涌上心间，我随机应变，只用双拳也不必身犯险。暗涌上心间，又何惧深渊？不露声色，依然紧握手中剑。暗涌上心间，冷静理周全，先听心不照样无畏越天堑。暗涌上心间，若逆战难免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才稳健。渡劫，当真不易。如今我已修成金仙，且有了天庭神位，是时候启动上天庭方案第2步了——小琼峰流浪计划。想要帮助师父提升到真仙境，就得先找到婉师伯。弟弟在打仗，这要怎么去六道府找到师姐的残魂？战士都是雾，小心，他们杀过来了！闭气，快撤！乌在和谁打仗？毒箭又是谁放的？此战涉及地底的2大种族，是两族之争。一是从盘古圣人尸身中诞生的巫族，具有盘古肉身之力，其状貌远超常人。状貌倒是和熊寨的风格有些像。一是由盘古圣人巫血所造化的修罗族，深藏剧毒。刚才那些带有血煞之毒的剑士，便是他们的收获。这两族为争夺地底霸权，已然打了数万年。六道府由巫族执掌，要入府寻婉师伯残魂，就绝不可得罪巫族，更不可卷入两族战事。大家隐藏好气息，紧跟在掌门身后。这里就是巫族的六道府吗？怎么一个守兵都没有？都出去打仗了？此巫非同寻常，是参与过3次巫妖大战的远古战士巫牛。搁这儿发言，本帅削死你！地底有座六道府，铁面判官殿中间，乌牛乌马站身边。大名鼎鼎的勾魂元帅乌牛，就是眼前这个口音很重的家伙。乌牛元帅，贫道乃渡仙门掌门，今日前来并非寻衅，而是想请六道府助我们寻找一缕残魂。还请元帅看在道门圣人老爷的面子上，行个方便。用圣人压我？这里是六道府，后土娘娘庇护之地。本帅不吃这套，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修罗族打算假扮的？
上怎么有巫的气息？乌牛这是有意为难我们。哎呀，完了完了！掌门怒气值飙升，要是和六道府闹翻，再想找婉世伯残魂就难了。掌门，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请容弟子一试。单枪匹马过来，你很狂啊！长寿！出现了，师兄的地手战术。晚辈长寿，见过乌牛元帅。你小子玩我呢！天道法器，这不是天庭才有的吗？元帅，可听说过天庭海神？就是那个给东海找来天兵的海神。没错，他是我朋友，此物便是他赠予我的。他说玉帝陛下正有意帮扶巫族，若让他为六道府美言几句，或可请100万天兵助六道府抗衡修罗族。长寿，你可是六道府的贵客，把这儿当自己家。倒也不必。长寿他是怎么做到的？毕竟他可是玄都大法师的私生，是为可造之材的先苗。好重的阴气，离风都像带着哭声和惨叫。阴气似乎都来自这些井。这便是我六道府的回魂井，每口井都连接着五波州各地，也是本帅捉拿魂魄的通道。但凡还有一丝魂魄，这里都能找到。世界王于北居泸州，我们需要找到对应那片区域的井。万世伯的残魂在那儿。六道镇上，勾魂击破。虽是残魂，但若用蕴养魂魄的丹药炼化，还能补全。聚集魂魄，就可托乌牛元帅送他转生。只是，这丹药极难炼制。弟子为渡劫筹备了不少丹药，或可一用。好家伙，这么多宝药，难道都是大法师传给他的家体？千毒百金炉，起！正好可以用上太清圣人传授的丹道，6不忘入，3不忘出，先着进去，真气徜徉。900年，世界
我来晚了。师弟，是我不争气，这些年只修成浊仙，苍老成这样，给世界丢人了。谁说你老了？师弟分明是长大了。师姐，我好像总是差一步，距离门内前10差一步，距离成仙差一步，明明只差一步，但好像永远都追不上。急什么？修道本就应顺其自然，切不可执迷。况且，师姐我会帮你的。奈桥转生路，一去不回头，再见已没落。他因你而死，过桥也相隔今生来世。你追不上，永远都追不上。师姐，当年快死要杀的是我，该死的明明是我，该过奈桥的也是我。我与你一起。缘起自有缘灭时，此生既过，不必执着。可来生我亦会修仙求道，到那时，师弟该是真仙了吧？漫漫仙途，你我终有重逢之日。喝小忘忧汤，忘却红尘万丈。我定会活到与世界重逢的那时。师父和婉师伯这一生太苦了。情之一字，牵扯出多少因果？所幸师父总算解开心结，只要突破至真仙，就能进入天庭，避开大劫。届时师父与婉师伯，总有再续前缘的机会。太清圣人传消息来了。那颗珠子又是什么？有人要向海神下手。海神，我家老爷要见你，速速让本体现身。你家老爷是何方神圣？我家老爷，12金仙称师长，道法乾坤大神通，圆觉洞内燃道火，灵鹫山中有明灯。燃灯道人，阐教的副教主，《封神演义》里将玲珑宝塔传给李靖的大能。他与阐教圣人元始天尊亦师亦友，即便是玄多大法师，也要尊称他一声大爷。太清圣人算到我将遇险，难道就是因为他？小神没空，请便不送。不知燃灯寻我所为何事，得找人打听一下。黄龙真人是阐教12金仙之一，他应当知道些消息。副教主受西坊教一位圣人弟子所请，要做担保之人，带你去商谈龙族事宜。他替西坊教担保？此前西坊教派文道人挑拨道门三教内斗，引发三教震怒。我人教的玄都大法师一状告到三圣面前，逼西坊教与文道人划清界限。截教的公明前辈
差点冲上灵山寻仇，好在有云霄仙子出面阻拦。阐教的副教主怎么……我也觉得奇怪，大家都对西方教不满，不知副教主怎么想的，竟和西方教圣人弟子交起了朋友。冉登在封神大劫后，带着几位阐教金仙叛出道门，摇身一变成为西方教的冉登果神。他身上恐怕藏着很多秘密，与他交好的圣人弟子，莫非是金蝉？不瞒黄龙前辈，因东海之事，西方教金蝉已经记恨于我，还曾派锁神蝶追查我的根脚。如今冉登副教主又让我本体现身，他莫不是想替金蝉害你性命？我去找他理论。黄龙前辈别急，稍后冉登副教主应当会亲自来寻我，还需麻烦前辈躲在暗处，用声影球将我与他的会面尽数记下来。冰冷刺骨的灯光，将我留在纸人体内的神识也冻住。这就是冉登的本命法宝灵鹫灯吗？好一个棺材灯！糟糕，我的神识被吸走了。有阐教副教主出手，海神，你我终将再会。海神神识被灵鹫灯吸走，声影球就没法记录他和副教主的谈话内容了。我会出事吗？你赶跑了我的童子，我就只好用灵鹫灯将你带来了。我们且聊聊，若聊得不痛快，反正灵鹫灯已收，你随时走便是。我现在走了，反而落下个不尊长辈的名声，先与他周旋一二。原来您真是冉登副教主，晚辈看这童子面露奸诈，还以为是什么歹人。怎么也无法将他与品格清高的阐教副教主联系到一起啊！我好心邀请你，是你怎么？是我天庭不成你阐教的情，还是我挑起天庭与阐教的纷争？前辈，你这童子话没说几句，就给我扣了个挑拨的帽子。你那童子一向嚣张跋扈，是该有人制止他。你想与海神聊聊龙族之事，我便答应替你做担保。好不容易把他邀来，你便翻脸不认人了。这两人，龙族尚未加入天庭，要聊龙族之事，你找错人了。若龙族有难，道友也打算袖手旁观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滴血！是修罗族！他们不是一直待在地底的血海里吗？怎会突然进攻我龙族？教主哥哥提前安排的仙斗兵，竟都被腐蚀了。修罗族此时进攻东海龙宫，必是金蝉的手笔。神字指人，奏请玉帝出兵。是八臂修罗。传闻修罗族修为高低与臂膀数量有关，臂膀越多，则修为越高，最多可修炼至8臂。这名8臂修罗，少说也已达到了金仙境巅峰。金仙境巅峰，
我目前只有真仙境，龙族大半高手又都在守护万龙阵，我难以抽调人手。攻过来了！这八个修罗好厉害，和他一个人打，像是同时在和8个人打一样。护持大阵！紫炎符阵，3元玄火剑阵。不愧是天庭，一出手就逆转了局势。多谢冉登副教主盛情款待，晚辈先告辞了。战场胜负未分，你怎知我们没有商谈的余地？第4绝及护持大阵，好险！好厉害的赌物！那柱子到底是什么来历？不好！这赌物竟能腐蚀元神，至人体内虽只有我的神识，但神识毕竟是元神的一部分，神识被腐蚀，元神易遭到波及，轻则断了修炼之路，重则有性命之忧。海神道友，你没事吧？可能是有点上火吧。唉，龙族危机未解，难怪海神小友会有此症，这是忧思过重啊。我有办法。如今龙族有4海龙宫，我们取西、南，道友取东、北。道友若答应，龙族之危可解，道友的上火之症自然也就痊愈，如何？不就是上火吗？随便止点血就行了，没那么严重。你看，这不就好了吗？哦，是了，你人脉极广，尤其与那阐教的黄龙真人关系匪浅。若求助于他，这怎么能行？海神小友若请阐教之人前去相助龙族，岂非借道门之手成就他的升职之路？我冉登第一个不答应。这就是京禅请来冉登的真正目的，他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来我这儿唱红白脸。先是利用修罗族在正面战场的优势向我施压，再配合冉登逼我和谈。京禅此招实在阴毒，怎么办？东海的护持大阵只能拖延一时，修罗族迟早会攻过来。到时有冉登在，我根本无法请动3教好友出手。我自身有元神有损，若不设法修补，连性命都保不住，还谈什么龙族上天？今日当真是死局吗？这点小事怎么可能麻烦3教好友？说不定喝点绿茶，吃点白莲就好了。不，会有办法的，一定有办法的。金蝉此去的核心是那颗宝珠。对了，宝珠既然是修罗族带来的，那和修罗族打了几万年交道的6道府，对此是不是会有了解？天字之源，出！我可以给道友一点时间考虑，道友，可千万别让我失望。什么？千万不要吃葱姜蒜！他已油尽灯枯，看他能装疯卖傻到何时？
放心吧，程少，既是海神的忙，那我们一定帮。那，这是我马哥，嘿嘿，勾魂元帅乌马。此物乃修罗族瑰宝，名唤血煞宝珠。它上一次出现，还是在数万年前巫族与修罗族的那场战斗中。那一战，巫族后土娘娘与修罗族先祖打得轰天动地，后修罗族先祖败退，修罗族也近乎被全灭。最后，他们发动了血煞宝珠，才挽回颓势。修罗族因此苟活至今，血煞宝珠也在那场大战中受损。没想到，如今却忽然现世了。他们这是下了大手笔。何出此言？听闻此珠需修罗族以其全族之力，提炼体内盘古巫血炼成。盘古巫血与血煞之毒的融合，制成了当世顶级的毒珠。若染上此珠之毒，可有对策？没有。那你们还说那么久？长寿啊，血煞宝珠毕竟是提炼盘古巫血所凝成的，除非能够请动道祖出手，发动天罚。可当世又有几人能见到道祖呢？天罚，天罚，天罚是我想找就能找来的吗？渡劫的时候遭了那么多天罚，这会儿怎么就不来了？或者把天罚引过来。古籍记载，倘若炼出逆天法宝，天道便会降下天罚将其毁掉。逆天法宝，我如今是金仙境，倘若我将原版的剪纸成人术魔改一番，研制出与我本身相同级别的金仙境之人，算不算逆天？这是唯一的办法了。我的酒啊！哦，再来。这是地脉内灵气冲撞所产生的灵爆，认吧。长寿，你究竟在修习何种神通？再闹下去，我也难以为你遮掩了。成功了！天罚果然来了，去吧。不应该毁掉纸人吗？怎么一直在劈我？不妙啊！再这么被天罚劈下去，我的本体根本承受不住啊！纸人毁了可以再炼，命没了是真的没了。光生存游戏根本没办法重来啊！
那是我来啦！是天罚，怎会突然出现在东海？既然这样，就只能由我的本体把天罚引来了。所有人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道祖让我代替纸人挨天罚，意味着从此以后，道祖认可了我的金仙级纸人，这波不亏。多谢二位款待，我的上火之症已经缓解，告辞。中计了，竟能设法引动天罚，毁去血煞宝珠。海神真是个可怕的对手。那是，我来啦！所有人听令，进攻修罗族！撤！天罚成功击毁血煞宝珠，我的本体也该回去了，剩下的就交给神字之人了。游龙探云步。别让他跑了！想抓我？做梦！金乌混天将军华傲天，奉玉帝之命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多谢华将军。嚯，咱们的玉帝陛下气瘾又犯了。血煞宝珠已碎，修罗族又被天庭伏兵清剿。金蝉，你今日设局，想胁迫海神分龙而食，结果却是满盘皆输。我与海神的博弈还没结束，你现在下结论，为时尚早。多谢海神与华将军相助东海龙宫击退修罗族，东海必不忘天庭恩义。龙王客气，这些修罗族我就带回天庭，交由玉帝陛下定罪。距离功德金身更进一步，稳稳的安全感。
上次派深海妖族偷袭海野，这次派修罗族进攻龙宫。诚如长庚你此前所言，西方教若不能与天庭分龙而食，便不惜将龙族覆灭。龙族屡遭危难，幸有天庭庇护，东海龙宫之危告一段落。接下来，天庭只需秉公处理这批修罗族战犯，应当不会再有变故。盘古陨落，左眼化为太阳星，金乌从中化身，而后巫妖大战，妖族百族汇聚不周山顶，组建上古妖庭。金乌一族被奉为百族之首，可大战后妖庭破碎，金乌族销声匿迹，怎会今日突然出现？我与金乌族从无交集。何人在此装神弄鬼？前途深海妖族，后剿修罗族。海神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凌驾于我妖庭百族之上？陆压，妖庭陨落后，那个不知所踪的妖庭太子，他竟然还活着。妖庭太子陆压，封神大劫中以钉头7剑书诛杀赵公明的陆压道人，他原身竟是三族金乌。是你！红葫芦，白毫光，光中显露眼眸，这是斩仙飞刀。不好，人身法力皆被白光封住了。陆压现身时想置我于死地，现在却转头攻击化后天。景宝贝转身，他认出了化后天是玉帝化身。斩仙飞刀能直接斩杀元神，而洪荒普遍的化身之法，皆需在化身上寄托一缕元神。若化后天被斩，玉帝元神受损，我的罪过就大了。因果循环，自有其道。风，我好像忘记了什么非常重要的事。你敢掌握天庭海神？当务之急是对付陆压。天庭乃道祖所立，道友这般敌对天庭，莫非是要与道祖过不去？将死之人，废话太多。传说中，妖庭金乌10太子均为准圣，只差一线奇迹，便能成就圣人。我才成金仙，化后天也未到大罗，实力太过悬殊，不能正面硬抗。冰水溯源，6合困阵。三族金乌属火，我这海神正好与之属性相克。以为这就能困住我？太阳真言，金乌一族的本源神通，连大罗金仙的元神都能烧毁。景宝贝转身，
其路。路亚，勿要强逆天命。道祖红军竟然亲自出手，幸有道祖相护，否则今日之事难以善终。虽说道祖维护玉帝，却也并未计较陆压谋害玉帝化身的罪责，就放了陆压离开，总觉得这背后另有深意。你不能想了，萧神雷警告。天地间若大战再起，必将生灵涂炭。天庭今后当慎重行事。是。陛下，道祖要天庭今后慎重，这话是何意？当初龙凤麒麟震碎洪荒，道祖为护住洪荒天地，补全天道，将自身与天道融合，从此代表天道意志，监管众生，最为公允。道祖此言，只为提点天庭行事，并无他意。道祖是否也因以身合天道，才未能与同时代的盘古一般，成就混元大道之境？盘古自混沌中开天辟地，天道由此而生。道祖虽失了与盘古比肩修为境界的契机，但代表天道，又为当今六圣之师，自是非凡。六圣皆为道祖弟子，却不尽相同。西方二圣为难天庭，幸而天庭背后有六圣中实力最强的太清圣人庇护。这是何物？此乃思维导图。小神思索事物时，便靠此物整理思绪。爱卿总有这些巧思。六圣中，人教太清圣人派出化身太上老君驻于兜率宫，为支持天庭之意。阐教圣人元始天尊，截教圣人通天教主，虽与太清圣人同为道门三圣，却对天庭不甚亲近。西方二圣已在收龙之事上处处与天庭作对，圣母女娲常年闭门圣母宫，立场不明。而阐教副教主冉登，显然是助西方教敌对天庭之人。此次配合金蝉进攻东海龙宫的修罗族，也必然听命于西方教。长庚爱卿，你认为修罗族为什么会听命于西方教？小神也不知。目前六道府与修罗族战事吃紧，西方教如果没有在此战中相助修罗族，那必定是从其他方面入了手。你此番让修罗族损失惨重，合作怕是要破裂了吧？我手上还有能让修罗族继续听命于我的宝物，不劳冉登副教主费心。况且我以为，比起修罗族，你会更关心突然现身的陆压。陆压乃妖庭太子，与道门无冤无仇，我何须烦恼？倒是天庭，本就根基不稳，如今陆压公然敌对，咱们这位玉帝陛下可如何是好啊？既然天庭形同虚设，那不如……西方教竟是拉拢了深海妖族与修罗族，就以重创龙族。若西方教能拉拢妖庭太子陆压，更可借陆压之手号令妖庭百族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果然，我一现身，西方教就迫不及待找我联手。
妖族气运微薄如那西山日暮，妖庭太子，你定然心有不甘吧？日有暮去朝来时，天命所归何处，尚未可知。西坊教愿助太子，耀日换乾坤，重铸妖庭，入主洪荒。昊天，有这么多人想要你的命，你这玉帝之位也做不长久。我们走着瞧。陆压存活一日，妖庭余孽亡无天庭之心，一日不死，必将掀起无端战火。大能之战，动辄翻天覆地，若战事爆发，小琼峰必受牵连。而今道祖勒令天庭谨慎行事，不可再起争端。杀陆压之重任，唯有交托长庚案情，务必秘密诛灭叛贼，复安社稷。特书此诏复兴，月后即焚。月后即焚？诏书都不留下啊！万一我杀陆压不成，反被他杀了，天庭只怕都不会承认我是奉诏行事。一个江仙去杀准圣，李长寿，你可以改名李妖寿了。冷静，不慌，要除掉陆压，得先对付他的法宝——斩仙飞刀。斩仙飞刀是物理攻击技能，但钉头七剑书却是诅咒技能，隔空便能将赵公明那样的准圣咒死。若想解决他，只有找到他的克星——落宝铜钱。此宝本是人皇大禹确立俗世买卖之事时打造的钱币，后因天道降下大量功德，使他有了大威能，可落除先天至宝和兵器以外一切的宝物。要寻得此宝，需拜访人皇大禹。前方便是火云洞，历代人皇隐居修炼之处。居然设置了进洞密码，还得破解藏在里面的卦象。上阴下潜是火在天上之卦，人皇用此卦做密码，似乎暗藏玄机。晚辈长庚，现为天庭海神，特来拜会本族先皇。海神既是东周人族，为何以纸人行事？是不信人族，还是不信你身后的天庭？太清圣人为我遮掩根角，还能被他看穿我来自东周？这人是谁？晚辈实力低微，不敢以真身行走洪荒。你是海神，我这却是胡泽之地，你我并非同路人。他是觉得我被天庭用官职收买，变成出卖人族的奸贼，不配为人。江河聚雨露，百川终归海。做海神，才能更好地为天下百姓服务。我问你3个问题，若答错或撒谎，我亲自去东周取你性命。澎湃的杀意锁定了我。第1个问题，你乃天庭重臣，若天庭对人族降下灾祸，你
当如何？怎么回事？我没有法力了。妖皇陛下，让老天爷听一听雨吧。9年大雨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我们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。妖皇？难道我回到了妖庭执掌天地的时候？老伯，小心！小伙子，别浪费力气，人是跑不过洪水，跑不过天的。附近没有修筑河堤吗？9年来，河堤塌了又建，建了又塌，都是天意呀。这些人怎么不逃？在挖什么？是了，绝山泄洪，排水入海。老伯，人无法决定天灾，但能以人力度灾祸。你看，他们都在和天搏命。胜天，是我们胜了。率领人族开山治水13年，敢问前辈，可是大禹陛下？我已非人皇，不过山中缩力翁。幻境解除，妖庭借天道之力施伐人族，你认为人该不该与天争？当争。既如此，何敢弃人而归天？因时制宜，争议有道。何意？妖庭暴虐，人族要争生路，必得举兵伐之。但当今天庭大兴人族，人族要争的是长久，天人合一才是长久之道。天人合一？哼！天道无常，合一合起来？这第一个考验，我好像是通过了。第2个问题，假如你与你夫人有了分歧，是该隐忍让步，还是就此断情？夫人，话题跳得这么快吗？啊！人皇大禹的夫人涂山皇后，也是涂山狐族的首领。这个问题实际上问的是人族与狐族，或者与百族的关系处理。师兄，咱们被青丘狐族包围了。我青丘仙祖乃圣母宫上仙，外戚涂山氏是人皇大禹的皇后，你们竟敢私自囚禁我族功德狐女，速速将她交出来，否则我们便请圣母女娲、涂山皇后来主持公道。功德狐女是那狐妖小兰，当初我假扮成师傅，与九巫师叔打杀了一伙食人精气的妖怪。小兰就是他们的大姐。
因他身怀祖传功德，不可斩杀，至今仍镇压在门内。这才是第二问的真正考验。若我加剧人族与狐族的矛盾，只怕要引来圣母娘娘、涂山皇后、人皇大禹的3重围杀。师妹看好师傅，切勿走出隔绝阵。收到。臭老头，你害我妹妹们的时候多威风呀！不出口恶气，我可不会离开渡仙门。季掌门，你看着办了。你威胁我们？奴家可不敢，但青丘狐族敢不敢？那就不一定了。道友心中恶气来自何处？你未约束姊妹作恶，导致他们业障缠身，此事你可认？我是有错，但杀了他们的人是你姊妹都已洗清业障转生，来世重回正途修行，可算善果。倒也有理。不对，你们还关了我这么多年。闭关思过乃是修行常事，你真正怨恨的是深夜漫漫，你独处其中，没了身旁小妖阿谀奉承，没了世俗繁华之景。道友，可是如此？所以我恨的不是你们，是寂寞。我真的寂寞吗？师兄，我一点也不寂寞。去抄《稳字经》3000遍。和平调解完人狐矛盾，第2个问题也算有了答案。凡事以和为贵，一族不稳，族族不稳。是谈判促和，还是妥协求和？你自当清楚。不妙，这次打得悬了。第3个问题：倘若大劫将至，人族当如何求生？大禹前辈何来此问？你上天庭的真正目的，不就是为了避大劫吗？你能避劫，天下凡人却不能。你可知大劫到来，人族会如何？自古以来，每次大劫都会毁灭当代最为兴盛的族群。龙凤麒麟大劫，远古3大族几近灭绝；巫妖大劫，巫妖2族一蹶不振。而今人族大兴，若大劫来临，仙人尚且九死一生，那些手无寸铁的凡人，天下人陷于水火，唯你独善其身。长庚，这是你想要的吗？不，我想活命，也想更多人能活下去。可我还是太弱了，借力谋划100年，也才刚刚触及天庭的门槛。在圣人，在天道面前，我始终都是蝼蚁。兄长们曾说，人字一撇一捺，撇是羸弱之躯，捺是铮铮傲骨。天不与光，遂仁兄钻木取火，妖绝人路，伏羲兄自古虔诚。瘟疫祸乱，神农兄尝百草著医书，武纵强敌，轩辕兄举剑伐之。吾等便是人族之星火，星火不息，人族不灭。星火，
以火燎原。若拿到落宝铜钱，除掉陆压，同封神大劫关联的情节必然会改变。有了变数，就有了生机。晚辈现下正追杀一个足以影响大劫的人，一旦事成，大劫来临时，人族或可出现求生之机。只是要杀此人，晚辈还需寻到一件法宝。这一问，你回答得很好。伏羲兄早已算到你前来之事，你所求法宝尚未出世，他为你卜了一卦，将卦象留在洞口。你可凭此卦寻觅法宝降世之处。人皇伏羲，据说他知天术，明占卜，还是圣母女娲兄长的转生人身。他竟然早就算到我在找落宝铜钱，洞口的卦象难道就是上离下乾，是我在天上之卦，我势破天，正如落宝铜钱破大劫。大禹前辈的3问，除了判断我这个海神对于人族的立场，更想指引我看清落宝铜钱对于人族的意义。长庚，你在天庭亦是前路艰难，里面是我从前的治水之物，许能助你治理四海。切记，你是人族，亦是星火。晚辈铭记于心，多谢大禹前辈。西仿教利用妖庭百足多次，我凭何信你？一个法宝，一段机缘。二师尊推演出太子的未来，将因一个法宝而产生变数。如今此宝将到出世之时。根据人皇伏羲的卦象可知，落宝铜钱的大概方位在北周，但要在短时间内找到它，还得借助另一个人。截教大师兄多宝道人，感知宝物是他的天赋，搜集宝物是他的爱好，哪里有宝寻哪里，堪称洪荒专业寻宝户。只要我暗中放出北周有重宝即将现世的消息，他定会忍不住去寻。身体无法穿过，神识也被隔绝在外，看来此地另有乾坤。对了，多宝本体乃天地间第一只寻宝鼠。打洞，这是什么神通？竟能越过隔绝大阵？那我不也能借道溜进去？行走在这土洞之中，仿若自己已超出天地间，不存于五行中。隔绝大阵如同虚设，这就是截教大师兄真正的实力吗？这世间除圣人之宝外，我倒不知有何法宝能影响到我的命数。此物取自我教镇教之宝12品功德金莲，可望因果变吉凶。太子不妨一观。这是顶头七剑书。顶头七剑书系众位妖庭高手之力，耗费1000万年方于近日炼成。哪怕圣人也未必知晓此书，竟然的那一幕，莫非真是我未来的变
此宝将在何处现世？你们调查的挺清楚。磁铁城，妖庭百族中磁铁妖族的据点。落宝铜钱在妖庭的地盘。城主，尔等注意巡查。好险，磁铁城主的修为已到金仙境巅峰，而且警惕性极高。接下来必须小心行事。殿下是陆压，如此大规模的大兵器，明显是要整治妖兵，为反攻天庭做准备。陆压的存在已严重威胁到天庭，他出手刺杀玉帝化身，就是一种明确的恐吓和示威。难怪玉帝会下密令要除掉他。哼！金莲有凶煞之气，预示此宝即将被取走，而太子的未来必将因此发生变动。那我便提前绝了这个可能，抢先拿到此宝。妖庭的底蕴当真丰厚。减脂成人，同属道门，你为何要跟踪贫道？原来前辈早发现了，晚辈就是想跟着您寻些宝贝。你也是来寻那件重宝的吧？放弃吧，贫道肯定会比你先找到。这速度，不愧是专业寻宝货。找到了！靠着海神积攒的人情，看看能不能和平解决珍宝问题。实不相瞒，晚辈承人皇指点，得知此宝与我人族颇有渊源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老弟。寻宝这事儿，贫道只讲先来后到。
时绝不能闹出一点动静，这才叫专业，懂吗？洪前辈，对不住了。来人呐！有人盗宝啊！天庭海神，倒是辛苦你费尽心力寻得重宝，如此，我也省了不少麻烦。莫非，这就是改变我未来因果的法宝？前辈，看在一同盗宝的情分上，咱杀了海神，夺回宝物。竟敢盗我磁铁长枪吧，找死！海神，此阵是这位妖庭太子所设，至少也得大罗金仙方能破开。金仙禁止。不过贫道所辟之洞，却可游走于天地之外，避开隔绝大阵。交出法宝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不那么痛苦。看在同属道门的份上，贫道可以帮你，但法宝得归贫道。大罗，前辈要不要打个赌，赌晚辈能不能破阵？你最多不过金仙境巅峰的修为，别说破阵，能不能活下来还另说。前辈不敢赌啊？哟，还有余力激我？行，贫道跟你赌。若你真能破阵，贫道不仅不要法宝，还助你离开北周，如何？一言为定。鲁鸦，你重组妖庭余党，意图行逆天之举，怎么这么怕被传出去吗？妖庭太子的实力也不过如此，自寻死路。斩仙飞刀，不好，是宝物。想借力打力，那也得看你能否活下来。假的！追！慢着，本体还在城内。
灵宝锁没了，兵器法宝全没了。你什么时候换的法宝？群妖涌进宝库时，晚辈趁乱藏起了钱币和纸人，然后故意用假钱币制造混乱，将妖怪的注意力从宝库转移。嘿，好小子，果然够贼。前辈厉害，一下就看穿了晚辈的算计。别恭维了，虽说贫道对妖庭没什么好感，但你直接摸空人家宝库，着实可恨。这些法宝原是送给前辈报答救命之恩，既然您不喜欢，晚辈就还回去了。哎，难得出来一趟，岂能空手而归呀？来，给贫道看看这些宝物。盗取磁铁城中的兵器，虽能在一定程度降低妖庭对天庭的威胁，但陆压蛰伏多年，定然收拢了不少妖庭势力。磁铁城对他而言，或许只是冰山一角。好在落宝铜钱已经到手，接下来必须尽快除掉陆压。即便错失了宝物，西方教还想与我合作？若能复兴妖庭，太子的因果自可扶正。但这一切的前提，是让天道认为妖庭比天庭更有实力掌控洪荒，而我西方教则会助太子收四海、统六道、育人族，让洪荒天地改头换面。西方教行此谋天之举，所图为何？我教有一大兴之计，名为西游，而道门是这个计划最大的阻碍。今日事关龙族存亡，还请教主哥哥相助。长庚爱卿，你有何对策？仓促之下，我只准备了98个应敌方案。你小子还真是狡诈啊！是稳健，稳健。长庚道友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有危险，快！吴昊天既为玉帝，愿为苍生故。禀陛下，小臣日前追踪妖庭余孽陆压的下落，意外在磁铁城发现了妖族据点。原来陆压这些年来为复辟妖庭，一直在暗中打造兵器，整治妖兵。该据点戒备森严，在截教多宝道人相助下，小臣已将据点内兵器全部没收，详细清单已列在奏折中，请陛下过目。陆压筹备良久，此番磁铁城失利，必定不会甘心。长庚爱卿，往后行事还需谨慎。是。我教有一大兴之计，名为西游。就在不久前，二位师尊算到西海龙宫内有一机缘。西海三太子乃是西游计划的关键人物之一，这便是你们屡次向龙族下手的真正原因。是，也不是。目下龙族有意加入天庭，这于我教而言相当不利。想来这也并不是太子您愿意看到的。太子不妨考虑与我教合作。你们西方教当真思虑周全，连龙族之事也替我想好了。那我麾下的妖族，你们是不是也要管上一管？太子多虑，我教定不会干涉妖庭内务。金蝉，上一次想开东海海眼的人是你吧？所谓此一时彼一时，您若与我教合作，龙族之事自可协商。龙族之事轮不到你们西方教插手，我很快就会去找龙族接洽。想合作就拿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出来。金蝉去见了陆压。是的。我知道了，
你回去后继续盯住金蝉，这是重瞳三头蛛蛛丝，可以辅助你监视他的行踪。多谢海神大人。我说这陆压怎么早不出现晚不出现，偏偏在我取落宝铜钱的时候出现，看来多数和金蝉有关。他们很可能已经达成合作，要杀陆压就得先找到他，但他向来行踪诡秘，没人能找到他，所以关键在于陆压接下来到底要做什么。他们达成合作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？太子殿下高明，通过宣示龙族主权施压西方教，这在我们后续与西方教的合作中将会占据更多优势。我妖庭与西方教拥有共同的敌人，合作是必然的，但那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要听人摆布。不过金蝉倒是提醒了我，龙族的确是重中之重，即便不能为我所有，也万不能被天庭拿去。长老，以我之名，秘密约见四海龙王。是龙族。西方教此前曾多次阻挠龙族上天，显然这对他们而言是现阶段最重要的事。而龙族作为曾经的妖庭客卿，陆压现身后，也极有可能第一时间拉拢他们。更重要的是，因西方教此前与龙族交恶，他们若有心与龙族走近，刚好可借陆压之手。教主哥哥，你来的不巧。几个时辰前，父王和其他三海的叔叔们刚离开，他们去了哪里？不清楚。他们这次外出很隐秘，好像是接到了什么传信才过去的。晚了一步，四海龙王极有可能已收到陆压传信，并前往赴会。可是赴会地点在哪儿？在这偌大的洪荒天地，我又该去哪里找他们？若诸位叔伯愿助我妖庭，来日妖庭复辟，我便设法令龙族无需世代以性命填海眼，如何？这郊里产自我妖庭，还望叔伯们莫忘我妖庭7年之恩。大哥，陆压太子给出的条件非常诱人，真要跟他合作，但风险也很大。万一复辟妖庭失败，天庭恐怕还要追责我龙族。韦丞相，将陆压与我龙族会晤的消息散播出去，越快越好。大哥的意思是，目下正是龙族上天的关键时刻。妖庭陆压已经给出了他的价码，我倒要看看天庭玉帝又会开出什么条件。好一个陆压，好一个龙族！陆压要拉拢他，龙族就去了。吾将相16神位。海神册封大典，这些龙王一个都不来，转头就去和陆压勾结，他们到底将我天庭放在何处？陛下息怒，此前小神收到线人消息，陆压与西方教金蝉会晤，二者很可能已达成合作。此次接洽，应是他们二人制定的计划。此事你事先知道，为何不告诉吾？完了完了，李妖兽，你被玉帝怀疑了。小神事先并不知情，只是根据线人来报私下揣测，因没有实证，便决定先搜查证据，再向您汇报。陛下，如今龙族与陆压接洽的消息满天飞，必定有人在暗中推波助澜，
不错。倘若是龙族所为，其目的必是借机抬高身价，向天庭攫取更多利益；若是陆压，则是借此施压龙族。妖庭既然赠龙族交离，我天庭是否也需表明态度？不错，长庚爱卿，传吾旨意。天庭瑶池即将举办蟠桃宴，邀四海龙王出席。这场蟠桃宴就交给长庚爱卿，你来主持。小神领命。若龙族心甘情愿归顺天庭，吾便不举斩龙之剑；若他们还有一心不识天命，吾会亲去紫霄宫中，求道祖降下天罚，拿龙族试问。原来这就是陛下举办蟠桃宴的真正目的。父王真糊涂，怎么能和陆压见面呢？教主哥哥，陛下定会猜疑龙族与妖庭勾结，有逆天谋位之嫌。而今龙族已是在悬崖之上，一步走错，蟠桃宴上怕是会粉身碎骨。还请教主哥哥救我龙族。我有一计，乃是攻心，施以强压，围海惊龙。海神，这就是陛下钦点的天河水军副统领卞庄，往后他便由你差遣。末将卞庄，愿为海神效追仙子，不是，愿为海神效犬马之劳。这个卞庄怎么看起来不是很正常？无妨，请卞统领率10万天河水军前往四海操练，扬天庭之威。天庭先是下旨召开蟠桃宴，又令天河水军在龙之外操练，好一手恩威并施。我故意透出龙族与陆压会晤是交离之事，天庭便立时要召开蟠桃宴，接下来就该加码了。龟丞相，将第2重消息放出去。是。长庚爱卿，你有何对策？小神斗胆，此乃人皇大禹赠予的治水图，其上标注着南赡部洲各路江河湖泽。不若将南赡部洲的江河湖泽之神位委以龙族，龙族一旦获封神位，便可洗清自身业障，自然也就摆脱了镇守海眼之责。这样一来，南赡部洲水势皆纳入天庭管辖，亦可补天庭神位之空缺。但这些神位对龙族而言还是太少了。陛下，小神听闻天庭神位历来有轮换一说。吾若将这批龙族神位设为1000年一轮换，便可册封更多龙神，终有一日，龙族将不再需要镇守海眼。哼哼，妖庭开下空头支票，天庭许诺分期付款。这圣旨上已盖上印玺，若写上文字，旨意便可立刻凝成。你立刻将这道空白圣旨带去龙族。陛下，您若在此时给出空白圣旨，万一龙族在蟠桃宴时进一步抬价，或是妖庭又有变故。的确，长庚爱卿真是深谋远虑。这样吧，你将这大禹治水图带去龙族，
告诉他们，此图上江河湖泽，皆可分封神位。小神领命。总算成功引导玉帝分封神位，不但天庭藏有底牌，龙族那边还能获得更多神位，对峙妖庭也更有把握。哎，这下应该算是打消了玉帝的猜忌吧。长庚爱卿，可愿收个徒弟？啊，龙吉，进来。龙吉拜见父皇，拜见海神老师。啊，龙吉，不就是死后上封神榜的红鸾星君？她不是玉帝和王母的女儿吗？堂堂公主跑来当我的徒弟？等等，莫非她是玉帝派来的督军？玉帝根本没有打消对我的怀疑。承蒙陛下厚爱，那小神就厚着面皮接下这份差事。以后龙吉就跟着老师混啦。老师出门做任何事的时候，记得带上龙吉啊。果然是督军没错，往后行事还是要更加稳健，避免引起玉帝猜忌。南州有多少江河湖泽，我龙族便有多少神位，还能轮换。这海很宽，可封海神。好像哪里不太对。此河吾命名为乾隆河，可封河神。这好像是条小溪吧？好深的深渊啊！此地等封个江神。那是村里人自己打的井啊，国！这个龙族，居然在我妖庭和天庭之间左右摇摆，利用我开出的价码自抬身价。太子殿下息怒，龙族既然不仁，那就别怪我们不义。不错，毕竟早在妖庭时，我便已知道龙族最大的秘密。一旦我破开海眼外的万龙阵，天庭和妖庭争龙之事愈演愈烈，玉帝要借蟠桃宴收龙，陆压必有后手。仓促之下，我只准备了98个营地方案，但愿能起到作用吧。金蝉倒是上道，竟愿将西方教安插在龙族的内应派来，供太子驱使。蟠桃宴在即，我迟迟不肯合作，他当然着急。只是没想到这内应是敖氏，见过太子殿下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很好，不过我还需要你在蟠桃宴上再做一件事。事成之后，你就会是四海龙族的王。敖氏定不负太子所托。龙族这么爱自抬身价，我就让他们抬个够。抬到身价飞涨，抬到昊天发怒，那时天庭将成为我妖庭最锋利的刀。与您会面之事，不知怎么传了出去。明日蟠桃宴，天庭怕是要逼龙族上天。各位叔伯放心，妖庭绝不会弃各位于不顾。蟠桃宴你们想去便只管去。倘若加入天庭是龙族最好的选择，我陆压也会举双手赞成。但若是在天庭待倦了，妖庭随时欢迎四位叔伯。
陆压太子顾念旧情，是个好人好妖啊！想当初，妖庭如日中天，可是将我等尊为客卿，位列2阶正神。天庭我等听一个4阶海神之命，相比之下，我更倾向妖庭。巫妖大战后，妖皇帝俊、东皇太乙接连陨落，妖庭百族四分五裂。哪怕陆压靠着妖庭太子的名号能重聚百族，又有几分把握对抗天庭，对抗天道？说到底，妖庭许诺的好处虽多，但风险也高。天庭开价不高，但胜在稳健。总之，有妖庭保底，龙族不会吃亏。明日且去蟠桃宴，看看天庭是否加码。老实说，蟠桃宴将有大事发生，可能会危及洪荒。而你是蟠桃宴的操办者，更需小心。长寿，接塔。天地间最强的防御至宝之一——天地玲珑玄黄塔，真是熟悉的安全感。放开心神，让本塔把你元神也护上。谁在说话？想啥呢？麻溜的，让本塔进入元神。咱是暂时借你用一下，别以为就你这点道行就能使唤咱了。上次本塔一缕为能，就保了你小命儿。这次大爷亲自罩着你。他能说话？本塔是天人灵宝，懂什么是灵宝？还快快！灵宝灵性充足，能用灵念跟执掌者的元神交流。老师的这些宝物平日里闷久了，跟老师交流也都被老师拒绝，所以显得话多了些。快给我削他！快开大，开大呀！没住他！跟他这个大哥，巴适得很，不能细想，人教大佬滤镜要碎了。多谢塔前辈前来相助。哎，这还懂点事儿，你看。小玩意儿，你那腰杆挺直点啊！有本大爷在，那什么桃子宴上，你想干啥就干啥。何人在外窥探？原来是你，血赤黑纹。他应当是来向我汇报西坊教的消息，以便安排蟠桃宴之事。我如今是越来越放心，让你来处理咱们人教事务了。大法师性情温和，你不必如此惧怕。这般强大的味道，这般令闻生畏的感觉，第一个人族的纯阳之血啊，让本女王都有些兴奋过头，止不住的流口水呢。冷静点，说人话。金蝉下一步有什么计划？撺掇龙族继续抬价。这是想激怒玉帝，发兵四海，强行收拢。到时龙族就会主动投向妖庭。龙族想坐地起价，必是笃定天庭要招揽他们。陛下要掌握话语权，不如回避蟠桃宴，冷落龙族，以此
先挫掉他们的锐气。哼，原来你没那么重要，就是爱卿驯龙的第一步。好，吾听你的便是。蟠桃宴关乎龙族存亡，务必按计划行事。参加蟠桃宴者，还请呈上请柬。表弟，连表兄也认不出吗？啊，请柬不慎丢失了，我这便向玉帝告罪。请诛邪凌天剑。驯龙第二步，爱出风头就要挨打。我龙族从未受过如此欺辱。海神你，敖义兄，且随我去迎产劫两教的前辈。一切都是为了让龙族顺利上天。驯龙第三步，我们的选择不止你们一个。海神老弟，海神道友，好久不见，好久不见。贫道倒是和海神小友刚见。大师兄何时与长庚道友这般相熟了？寻宝偶遇。海神老师人脉之广，当真是产劫两教通吃。海神将我等晾在此处，却与道门攀谈，这是何意？难道龙族只是天庭的备选？他们最想合作的其实是道门。既然天庭无意与龙族交好，此宴不去也罢。天庭招待不周，还请见谅。吾给诸位赔礼了。见过师叔。娘娘不可。算起来，王母可是六圣的师妹，总不好驳她的面。驯龙第四步，天庭的背后还有道门。宴席已在瑶池备好，各位请。玉帝不在瑶池，天庭如此冷落龙族，莫非是觉得龙族毫不重要？陛下尚有公务在身，不过特意叮嘱，绝不可轻慢龙族。待龙族上天后，如今天庭之依仗，日后也会成为龙族之助力。请入座。这么看来，天庭还是想要招揽龙族。如今我族对归顺天庭尚有诸多争议，龙族子弟遍及四海，但神位却千年轮转一次，只怕……听闻西坊教多次袭杀四海，欲将龙族化作手中利刃，或贪图龙族多年积累。可天庭却是真的看重龙族才能，才会许以江河湖海之神职。每次提及价码，王母便转移话题。看来此前许诺的神位轮转，已是天庭开出的最高价码了。龙王既已落座，便是天庭的宾客，倘若现在离开，可就不好说了。天庭这是打算逼龙族效忠。西坊教
愿助太子一臂之力。贫道6人奉西坊教2位圣人之令，特来赴蟠桃盛宴。王母与6圣是同门，自然不会厚此薄彼。道门弟子能入，我等自然也能入。让他们进来。西坊教每次现身，我龙族都要遭殃。这次准是又没好事。西坊教来的真是时候。听闻龙族将入天庭，贫道6人先恭喜龙族，马上就会被赦免，填补海眼罪责。你在嘲弄我族？贫道并无此意，莫非天庭并未赦免龙族？这是撺掇龙族抬价不成，要亲自来抬了吗？龙族之罪乃天道所定，而玉帝却可调天道之力，赦免之事无非是降道旨意。敢问王母，此言可当真？你是在质问天庭？这里可不是四海。王母对龙族动了杀心，白莲在逼天庭选择，降旨是让玉帝冒着失德之险对抗天道，不降，龙族定心生不满，不愿效忠。怎么说，西坊教都立于不败之地。荒谬！若今日因龙族上天便免其罪责，那么来日是否也能因别的事再降罪责？远古时，龙族打碎洪荒，累积万灵生死，自然要罚。而今时今日，龙族若能以自身之道庇佑一方生灵，当然也要赏。还是海神老弟会说啊！如此赏罚分明的天庭，才能令洪荒幸福。龙王以为呢？海神此言，振聋发聩，是无一时糊涂，在王母面前失仪了。谁？是谁在看我？啊，这目光温暖柔和。如今天庭唯有海神一人想要保全龙族，连王母也对他们失了耐心。老师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长庚爱卿说的对，无知天庭就是要公正无私，赏罚分明。驯龙计划的最后一步，还是要玉帝来做，才能令龙族幸福。龙族镇守四海海眼，护天地生灵久矣，当有一份功劳。此诏得天道认可，这便是吾对龙族的嘉奖。如此，可信了天庭。龙族上天在即，白莲等人却没有异动，一切太过平静，反而不正常。我总感觉危机正在逼近。
龙族上天已成定局，哪怕杀了海神，亦无济于事。你以为我要杀的是海神？不，我的目标一直都是瑶池内定然还有潜在危险，危险到底来自哪里呢？产劫两教和天庭都是我安排的，西坊教也没有动静，一定是龙族。没有异样。教主哥哥，怎么了？你父王有危险，快！父王，你们还是晚了一步。敖广的元神已经被射离此地，父王的元神在溃散。好事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做什么？我龙族乃远古霸主，如何能向天庭卑躬屈膝？你这个逆子！我劝你们赶紧放了我，否则敖广必死无疑。你当众袭杀龙王，不敬天庭，若放你离开，天威何存？龙族还未归顺天庭，敖氏作为西海二太子，怎么算都该交由龙族处置。大哥受伤之时，定与妖庭脱不了干系。陆牙行事狠辣，即便我等归入妖庭，也难保日后他不会对龙族出手。三位叔父，如何处置敖氏暂且不论，当务之急是救我父王。无论敖氏背后是谁，其目的都是要破坏龙族上天。一旦龙王在天庭出事，四海必乱，得尽快找到解救之法。待火焰燃尽，敖广的元神就会被彻底吞噬，这就是背叛我妖庭的下场。隔空取龙王性命，又压着法宝，当真诡异。只怕龙王未必能撑到海神想到施救之法。混元金斗可疗伤补元，能延缓元神溃散的速度。多谢云霄师叔。龙王乃大罗金仙，元神强横，本不该这么快就出现溃散之象。除非是来不及反击，或根本没有反击之力，能做到如此程度，究竟是……一件法宝。太上老君此时现身，明显在给海神撑腰。陆压的钉头七剑书，洪荒最阴毒恐怖的诅咒法宝。施咒时，先以摄神符将对方元神摄入书中祭坛，慢慢焚化，中咒者痛苦不堪，直到元神被钉头七剑书彻底吞噬，诅咒方算完成。得赶紧找到此地，救出父王。
我！来不及了。啊！这是在磁铁城争抢的那件宝贝。老君在警告我等，不得再干预龙族之事。落宝铜钱能落出先天法宝外的任何非兵器类法宝，包括钉头七剑术。这钱币竟然让钉头七剑术失效。如今想来，海神不惜潜入磁铁城，或许早知此宝能威胁到太子。落宝铜钱已暴露，陆压定会有所戒备，日后再想对付他就难了。义兄，龙王刚醒，可扶他暂到一旁歇息。接下来要处置罪魁祸首。敖氏虽是龙族，但在天庭便要受天规约束。敖乙听令，着天兵将敖氏拖去天罚殿，斩龙首，变神魂。放开我！我身负祖龙血脉，乃真龙之身，天庭怎敢杀我？这次多谢海神出手相救，敖氏犯上作乱，弑杀亲族，哪怕回到龙宫也是要斩的，否则种族威信全无。但海神愿以天庭名义将其斩杀，倒避免了一场亲父杀子的悲剧，同时也保全了四海龙族颜面。吾在此谢过。幸得天庭不弃，吾敖广，龙族之族长，愿率西海龙族归顺天庭，扬天庭天威。好，传吾旨意，将海神神权一分为4，封四海龙王为四海海神，授4阶神位，加授东海龙王敖广为3阶神位，总领四海海事。终有一日，我龙族所有子弟都会挣脱业障枷锁，不再受天不海眼之苦。龙族上天，海神老弟居功甚伟，怎么还被分走了神权？令晋升长庚爱卿为天庭水神，位列3阶，总领洪荒水势，另赐水神府邸1座。小神谢陛下。
待我了结龙族之事，下一个除掉的就是他。想必太子已拿到那件能够摧毁龙族的东西吧？敖氏给你传了不少消息啊。知己知彼，不就能更好的配合太子？这是最后一次警告你，不要来干涉我的事。大法师，老君此前推算出的那件能危及洪荒的大事，是否已经避开？没有，而且危机已经在逼近。西方教和妖庭还有别的谋划？龙王节哀，不过我需要查看一下敖氏太子的元神记忆。西海可有一位三太子？西海三太子，未来的白龙马。西方教现在就开始谋划西游仙教了。必有龙鳞，此物非同小可。必有龙鳞给了陆压，逆子！你就将龙种卖给了妖庭，那不是用来锁定杀龙者元神的吗？如今敖氏已死，龙王还找他作何？必有龙鳞是打开万龙阵的钥匙，倘若被窥伺龙族者得到，那海眼……禁古时，妖庭便已知晓龙族所有秘密。庇佑龙鳞，能庇佑龙族，亦能毁掉龙族。原本我并不打算对龙族出手，但你们背叛了妖庭，那就没有留下必要。万龙阵已破，海眼就交给你了。待海眼一破，天地业障定会倾覆洪荒大地，将所有生灵葬下。海眼开了。东海海眼被破，有一人向南逃窜，手持神秘法宝，隐匿身形，无法判别身份。东海的远古战龙已命填海眼，损伤惨重。远古战龙是龙族最古老的真龙，实力深不可测，多年来一直镇守四海海眼。什么人竟能在他们眼皮子底下破海眼？难道是陆压？他先用庇佑龙鳞开万龙阵，接着就破了海眼。陆压向来猖狂。上回还当众刺杀天庭之人，怎么会用法宝隐匿行迹？这不像他的行事作风。海眼已开，龙族必死无疑。太子殿下高明，您破了万龙阵后，故意让此人来开海眼，不但报复龙族，事后天庭也不能追责到我们妖庭头上。反正他们图谋海眼已久，我何不顺水推舟？
陛下，镇守海眼乃我龙族使命，四海龙王先行告辞。今日事关龙族存亡，还请教主哥哥相助。龙族既已归顺天庭，天庭不会坐视不理。长庚，吾将此事全权交由你，再派华傲天将军率天兵从旁辅佐，你们务必守住海眼。小神领命。今日海眼灾祸，还需诸位道友帮忙。不知三位仙子能否？多谢云霄仙子。那我与云霄仙子随东海龙王前往东海平息海眼。万龙阵被破，作乱之人不会轻易收手。北海就交给公明道友、碧霄仙子、琼霄仙子防守。此人很可能要去开南海海眼，我去南海拦他。木工，你率其余天兵天将前往四海救援遭难凡人。看来他们已经中计，大部分人手都去了东海。此人倒也有些巧思，故意留下线索指向南海，而真正危险的是西海。有那件法宝在，西海海眼，你们要怎么守？急如风，雨如火，烽火蒲团，起！我当是什么法宝？原来是昔日修罗族老祖那把不沾因果的元图剑。你以为凭此剑隐藏身形，防他人推演来历，就能为所欲为了？玄都，他去了西海。他竟没中计，多亏长庚提醒，果真在西海海眼逮到了真凶。大法师，弟子以为凶手接下来极有可能要开西海海眼。哦，可天兵来报，说此人向南逃窜。一个利用神秘法宝隐匿自己身形的人，怎会轻易泄露自己的下一步行踪？除非他想故意误导我们。原来如此，你小子还真是狡诈。是稳健，稳健。还请大法师前往西海海眼拦截此人。依你便是。孽障，还不束手就擒！乾坤遁法，银汉迢迢，移星换斗。海眼中怎么会有饕餮？这并非真正的饕餮。海眼开启，必须龙族以命相填。任何他族之人靠近，海眼中的业障便会凝成此类凶兽，将其阻拦。看来我们必须先解决凶兽，才能设法填补海眼。
不愧是云霄仙子，一出手就能扭转战局。那是又来一只混沌，莫非海眼中的业障能不停化出凶兽？若真如此，恐怕不等将凶兽铲除，我等就要先法力耗尽。师尊，仙域真境必有经，三峰宝剑号清平。海眼遭难，我师尊通天教主特赐此清平剑，助东海平定乱局。长庚，太清圣人，就这？海眼灾祸为功德可平，此定海神针于你。定海神针，太上老君亲手炼制，曾借于大禹治水，测定江河湖海深浅。今日就让这件功德法宝再平定一回东海暴动，弟子定不负所托。你若有灵，当显灵性。这是定海神针上的功德金光。莫非海眼不是要龙族填命，而是因龙族业障缠身，并无功德，才要龙族用填海眼的方式获取功德，以抵消海眼中的天地业障。太上老君所言功德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怎么回事？此前已有那么多龙族填进海眼，现在加上定海神针，难道功德还不够？那是功德灵珠。长寿，功德灵珠是金蝉。原来先前填海眼的功德被金蝉暗中窃走了部分，功德灵珠已被我击中受损，无法再吸取你们填海眼的功德。看来现在只剩下一个办法。
长庚道友，需要我们做些什么？云霄仙子，我已参悟出填补海眼之法，只要有足量功德，就能终结今日大祸。分守各海的三教道友，请速来东海，注入功德，即可平息海眼暴动。大家的功德都快耗尽了，还是不够，怎么办？有劳诸位为我龙族费心至此。龙王，你海眼被破，我敖广身为龙王，担此祈救，所有罪责我一力承担。您得天庭神位，自身业障尽消，已不必再以身填补海眼。既如此，我便献出神位，为族中子民承担宿命。父王，我敖以愿替父献出神位，护佑东海龙族。一枚填海眼，虽是龙族自古必须承担的宿命，但龙族先辈犯下的罪孽，真的要龙族世代偿还，直到血脉断绝才能还清吗？若天道不管，我该怎么办？剩下的交给吾来做吧。陛下，您功德今身已成，何不调天庭功德？迟疑片刻，便是生灵涂炭。吴昊天既为玉帝，愿为苍生故。水神大人，那位天将是？他是玉帝陛下器重的一位将领，名为华傲天。未经道祖应允，私自动用功德金身填海眼，道祖必会降罚于你。师妹，你可还记得道祖将吾等立为天庭帝后那日？吾等从前只是守门童子，哪里做过什么帝后？天庭空空荡荡，吾不知自己该做什么，也不知这玉帝之位具体为何。今日你可明了？玉帝周旋，吾心有恨意。吾天庭之四海，何以被妖天余孽如此欺凌？大能动辄兜转乾坤，吾须去约束；天地与生灵，吾须去掌控。吾知天庭
便是要让强者不可恒强，弱者可安天命。师妹，儿可愿随吾前行？前路漫漫，愿与师兄执手共剑。风有徐徐，也有静寂；云有舒卷，也有捉急。既以海眼祸害苍生，吾必当还之以雷霆。昊天，你为了收复龙族，还真是舍得下血本。太子殿下息怒，海眼虽被平息，但龙族死伤惨重，天庭亦有折损。此举仍是我们技高一筹。只是那人已逃至血海，不知是否还会生变。哼，是金蝉觊觎海眼，招致玄都追杀。即使生变，与我妖庭何干？金蝉开启海眼，其罪当诛。若修罗族要做他的帮凶，贫道当以同罪论处。血海不枯，修罗不死，玄都大法师能奈我何？老师，弟子明白了，水火同归元，乾坤引焚逆。不好，金蝉利用修罗族拖住大法师，趁机逃脱了。你回去后继续盯住金蝉，这是重通三头蜘蛛丝，可以辅助你监视他的行踪。大法师，有位线人能暗中助我们找到金蝉。还真是线人。文静，金蝉可有何异常？他身上的功德之力在急速增加，几乎快要凝成金身。怎么回事？他竟没把功德灵珠上交给西方教，就自己偷偷用了。不对，西方教、妖庭、修罗族都在为金蝉做掩护，这背后一定有一个极其隐秘且更为宏大的计划，而这个计划的核心就是金蝉。西海可有一位三太子？金蝉在找西海三太子，白龙马，加上他自己。西游，一旦金蝉修成金身，转世后的灵童便是取经人。西行之路一起，西方教大兴必成定局。麻烦啦！我填在东海的定海神针，不就是大圣未来的金箍棒吗？怎么封神大劫还没开始，西游就要登场了？难道西方教要提前大兴？道门要提前出局？危险！快离开！文静，文静，能令他如此恐惧，还能瞬间瓦解他全部法力的。灵山，金蝉逃去了西方二圣的道场。
灵山乃西坊二圣清净之地，何人敢来生事？经禅用元图剑开启东海海野，玄都大法师祸害无数生灵，活该由贫道斩灭。专题是书，为何阻我？一叶障目，七宝妙术。大法师这么快就杀去了灵山，还和西坊教专题圣人的七宝妙术刚起来了。京城是西游的关键，西坊二圣定会全力保他。哎，太清老爷传消息来了，去灵山杀金蝉，这就是太清圣人的破局之法。硬拼的话，太清圣人息怒，弟子刚修成金仙，金蝉却已是大罗，况且他还有元图剑，背后还有西坊教2位圣人。我一个小小金仙，如何当着2个圣人的面杀一个大罗？别说帮到大法师，起码不能给大法师拖后腿啊！哎呀，你这怕啥呀？那金银天天搁外头溜达，搞什么玩意儿普度众生？灵山里也就专题1个圣人。那本塔招你，以后咱就干呗。截图。好深邃的道语，这是瞧真亮了啊！这是咱太清老爷的开天自宝太极图。涂老大可是盘古开天神斧的佛柄所化，能令地、水、火、风演化万象。涂老大最呢，涂老大最呢道，涂老大最强，涂老大你牛逼！走，咱去消了那尊体那小盆栽，给小玄子出气。啊，用老子等等喽，想啥腔调？十万火急，开启摇人模式。既来灵山，远离颠倒妄想，因果可灭。玄都是指离开吧。若弟子拒绝呢？如此，吾便只有带太清师兄度化师之一番了。圣人亲自出手，玄都，纵使你道境高深又如何？万劫化妙术，庄严明清。一动，目不视恶物。二动，耳不闻恶声。他想封闭我的五感。九灵玄。三动，口不言恶。
大法师得罪。玄都失职，静心无真知，一臂万气，剑气清平。是截教通天教主的清平剑。清平剑至，如通天教主亲临。大法师身处险境，还望诸位出手相助。若与师尊赐下的清平剑相拼，或可助玄都师兄进山迎战。西方教将凶手藏在了山里，还敢对玄都师兄动手？赵不明绝不答应！不向灵山讨回公道，我对不住死去的东海龙族。截教熬夜，哪怕血溅于此，也必要替龙族报仇雪恨。此时不出手，更待何时？多宝师兄，你我阐结两教，放下过往芥蒂，如何？截教多宝，秦完，青光，来迟来玄都师兄。阐教广成子，奉师尊元始天尊之盘古幡，问责海眼事宜。人教渡恶，率人教弟子助阵我教玄都大师兄。小叔叔传信说大法师摊上事儿了，大家跟着我一起上。师兄冲啊！冲啥呀？我们是来凑人数的，真打起来可别犯傻。摇来的人越多，事情闹得越大，胜率越高。人教弟子天庭水神，禀太清圣元，玉帝陛下法旨，前来相助玄都大法师。今日道门三教前辈俱在，我们何不以大义对灵山施压？只要三教一心，便可借道门三圣之威，震慑西方教圣人。冲啊！看看我们人教的威风！人阐结三教弟子居然都来了。历来劫难，道门三位师兄皆作壁上观，而今观获西方大兴，他们倒是坐不住了。大家小心！二教主，准提圣人的法相，这就是圣人的压迫感。二教主，道门欺人太甚，玄都大法师闯我灵山在先，三教弟子大张旗鼓来犯在后。他们这是要联手打压西方教，扬道门声威啊！
此言差矣。玄都师兄前来，是为缉拿与元图剑开启海眼的真凶金蝉。仙子凭何断定元图剑在金蝉手中？又如何证明他开了海眼？你把金蝉交出来，我等搜魂一遍，真相自知。污蔑金蝉的是诸位，自然该由诸位拿出证据。若拿不出，还请二教主为我等做主。好个白莲，他故意偷换概念，把缉拿海眼凶手之事说成是道门挑衅西方教，就是为了给尊提圣人铺路，让他随时可以弑杀冒犯圣人的三教弟子。大法师，我有一个计划，趁尊提圣人将心神放在此处，我潜入灵山捉出金蝉，请大法师务必吸引住圣人的注意力。捉蝉就捉蝉，躲着干啥呀？没怂呢！小苍，本事嘛没啥，偷都进偷来。尊提圣人用法阵遮阳了整座灵山，若强行突破，只怕要惊动他。小事体，涂老大别冲动。太极图的气息。大法师，快掩护我！尊提师叔，我向老师借来一缕太极图微脑，可推演出此间真相。究竟是师叔的记名弟子金蝉蓄意谋划海眼劫难，还是我等执意冒犯圣人威严？在吾面前，你当场推算，若算不出来，污蔑金蝉、冒犯灵山的罪名，你一人承担。依太极图推演，的确是元图剑祸乱海眼，但这与小金蝉何干？大法师，你如何能证明操纵元图剑行凶之人是金蝉？尊提圣人，这是要下杀手！救救师叔，咱们不是来凑人数的吗？谁要动手啊？待会儿看我手势行动。小叔叔摇我们过来，他自己躲哪去了？气死人！纸人军团入山寻蝉，快！找到了！不好，他的功德金身就要凝成了，必须在瞬息之间斩了金蝉，不给他半点向圣人求援的时机。你是何人？我乃玄都小法师，奉太清圣人之命来杀你。人教太清圣人的开天之宝太极图，太清何时有多了位弟子？瞬移神通，金蝉脱壳，好快！太极图的杀招居然追不上他。哼，太极图虽强，你却太弱，白白浪费了他的威能。一气辟乾坤，混元小世界。凭空划破乾坤，开辟混元小世界，这就是大罗级别的神通吗？开！糟糕，他把太极图隔绝在混元小世界之外，只能靠自己了。
在我的混元小世界里，阴阳、五行、方位，皆由我来制定。我就是天地，根本无路可逃。必须得破了这个混元小世界。小法师，你的死期到了。72金仙禁止人出！这些纸人，不对，你不是小法师，你是水神。纸人1队顺时针方向运动，纸人2队逆时针方向运动。升温准备。提速，提到光速，瞄准，撞击。这是什么？分明是纸人对撞，却能在瞬间产生出堪比太阳星的能量。不对，是人灵暴阵，推动，塔前辈，护！太阳星在坍塌，爆炸。我的混元小世界要被撕裂了。受伤后，速度变慢了。趁现在，胡老大！两仪分日月，太极归无极。还没死透，赶紧补刀！连7宝妙术都到了，也就是说，准提圣人来了。妄造杀孽，扰我灵山清净地，你好大的胆子！玄黄塔，太极图。今日有我玄都小法师在，谁也伤不得敖乙殿下。是他。准提师叔，元图剑残片在此，足以证明金蝉就是操控元图剑引发海眼之乱的罪魁祸首。事关海眼劫难与天下苍生安危，还望圣人严查。
切莫被金蝉这个心术不正的鸡鸣弟子所累，污了圣人威名。尊提，你敢当着三教的面杀人灭口吗？大法师，小法师，太清师兄真是收了2个好弟子。我们被圣人的力量逐出了灵山。既是猎徒生事，吾自当施以惩戒，让他为我西方教大兴献出法身。今日之因果，随着猎徒消逝，一并了断。圣人的力量好恐怖！那位玄都小法师真厉害，竟敢打进灵山，落圣人面皮。倒是不知他和玄都师兄有何渊源。孙生子，道友曾说，未成圣者，在圣人面前，终究是蝼蚁，不可大意。道友亦要珍重自身。他认出了我。多亏道友将那金蝉绳之以法，以感激不尽。是我失手，未能彻底斩杀金蝉。圣人神通高深莫测，绝非凭借至宝就可战胜。况且，你已然将金蝉打回原形，击进深陨道消，他即便恢复元气，也要上万年。西方教想让金蝉转生成取经人，以西游之势大兴西方，只怕也要等万年以后了。文静，潜伏待命。都杀到灵山了，还要潜伏？水神想叫我做什么？这差事越来越刺激。哪怕有功德保持温养，也没有丝毫生气。萧金蝉彻底废了。道门这是要毁了我西方教大兴的机缘。如今道门已至巅峰，往后必是由盛而衰。见证这般强大的道门渐渐淹没于洪荒的尘埃中，岂非幸事？二师尊，机缘虽散，但因果未定。弟子尚有转还之法。谛听，谛听，聆听万物心语。主人，找到了。昊天将暂离天庭，正是妖庭举兵伐天的大好时机。那桥也有悟出事了，快！再整下去，咱六道府的物全没了。这么多巫族精魄，幕后黑手究竟想要干什么？这是引导神识探查的禁制。此地封禁了五行之力，用不了五行遁法。我灵山需要借妖族之名义，以报天庭道门所辱之恨。
境界的差距，非一时可逾。东君，放心。自己的方式证明给他看，我百里东君有资格成为他的亲传弟子，就是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强者之路。是谁撩拨起欲恋，一天一天粉红的脸，西湖荡漾转圈圈，春风似缠绵。谁的身子也心间，梧桐繁香为我了解，对着铜镜刻画思念，藏起小垂涎。随门里初见鹦鹉的眉眼，朝夕的华年，谁在谁旁边？喜欢的情节，偶尔望着眼，像穷佛心心缱绻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突然的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人间的一道失恋。是命不许愿，你能不能听见？细节道路见情缘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求个安全，凡事上好奇当保险。忽然又不见，原来遁入心间，偷来了惊鸿一瞥。师兄好特别，特别令人挂念，像人间的一道失恋。是命不许愿，你能不能听见？细节道路见情缘。